下来这一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要看，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支持的南韩戒严大法官释宪出来了，大法官最后确定决议一致同意，8位大法官同意南韩的尹锡悦总统弹劾案过关，所以即刻失去总统的身份，60天之内。南韩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先前上个礼拜看到了吗？这个在野党的领袖李在明也才刚刚在2审宣判，总算无罪，他可以参与60天后的大选哦。但尹锡悦被罢免之后，示威群众有人哭喊亡国了，来看看现场画面。我们看到，在南韩的民意其实非常的对峙，两边都有不同的支持者，还是有很多相挺尹锡悦的人，民调一度回到了50%，很多死忠粉丝是大哭崩溃。上次有自焚的民众记得吗？那么民众还用棍棒去砸了警车的车窗来表示泄愤，后来被逮捕了。民意现在在对撞当中，但无论如何，尹锡悦因为戒严这个行动，即刻失去了总统身份。但他们还是在因应整个关税大战啊。韩媒报道，美国的韩国对等关税实质叫做26个百分比呢，以自由贸易协定当中税率是最高的，但是决议苛征的这个对等关税之后的行政文件又多1%等等，他们立刻紧急召开记者会。当我们的官员说好好睡的时候，人家立刻在凌晨就开会了，而且找所有的企业一起来开会，宣布说接下来除了关税之外，美国的贸易代表署也公布的报告如何因应，而且美国呢点名南韩禁止30个月的牛只进口的限制是贸易壁垒，要求修正，他们马上就要宣布如何因应。日本也是哦，超乎预期，日本也对于川普科的关税24个百分比觉得不能接受。不过跟我们比起来，我们面对日韩的竞争，我们更是企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日本人认为，川普没有表示关上协商之门，还是会想尽办法，只是不知道该找谁谈判。他们日向还是见过川普的哦，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川普关税令日本产业非常的紧张，景气立刻下降，已经经济很惨了，一直在景气的这个低迷当中。日本汽车厂说根本无所适从，搞不清楚状况，而自民党内也出现了不满的声音，他质疑看不出来到底谁在指挥全局，这里头有问题，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但看一看都还是比台湾好啊。但川普记得吗？关税可能导致日本经济成长率继续下降。前阵子因为他们本来日币贬值，想要因应的模式，美国也不准，要他们必须要把币值继续再升值。那现在呢，日本恐怕会面临第2个失落的30年吗？汽车大国啊，25个百分比的关税全面开征，韩国、日本的股市都崩台湾因为还在放清明连假，现在暂时没有看到后果如何，但整个跌幅在日经指数以这个下跌1052点。3%的重挫，那么韩国也是这样的，汽车业对他们来讲重中之重。美国40年来的经济惨败，中日韩长期贸易争端重归于好吗？这个萨克斯大学的主任说的。无论从什么意义来讲，美国现在在贸易方面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流氓国家，他说了算。所以日韩即使是过去所谓的超级好朋友，现在在川普的任内有谈得上话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吗？东南亚国家现在更是愁云惨雾。挥刀东南亚，美国全面攻击中国大陆。BBC 报道为了要规避川普首任对北京所施加的关税啊，有10个最受到高关税影响的国家呢，5个都是亚洲国家，一点名下来，包括了柬埔寨、辽国、越南、缅甸、泰国、印尼，通通都是。而46个百分比这么高的关税，越南的总理人家很快的就在开所有的会议跟因应措施，而股市仍然大崩盘，创24年来最惨的跌幅。而还有货柜船装货在中国大陆很多已经装船要出口的船都暂停啊，因为万一船只一出去落地开始就有高关税，越南很多企业都通知取消出货，估计未来还有更多的载货要到美国去会被取消。东南亚惨爆了，企业撤大陆去转移，越南制造变成笑话了，华尔街投资机构嘲讽，心里都很酸呐。这个酸呢，是包括了未来现在前景如何的酸呐。他们说，企业先前把生产线从中国大陆转移至越南，不是美国要求的吗？叫去中化呀。结果大家配合之下，现在只能恭喜他们了，因为对等关税的税率
飙升到了46个百分比。接下来中国大陆的部分，习近平呢准备要4月中旬出访的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都是重灾区，是不是有可能透过把这个鸡蛋放不同篮子，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反而可以让他们避过这一波的关税大战呢？东协也朝着2030年要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东协的贸易总额逐渐的上升，美国队长的地位也即将不保吗？那老师先来看看韩国。我觉得韩国的政治的乱局会告一段落了啊，也就是说，尹锡悦已经确定下台了啊，那接着当然就是2个月后的改选啊，改选目前来讲啊，估计国民力量党胜选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啊，共同民主党胜选的可能性是很高。李在明的这个司法障碍已经扫除了，因为2审的法官的定谳。他后面还有4个官司。但是一旦启动大选了以后啊，那他取得候选人资格以后，那这个就很难在他的选举期间里面去判罪了啊，因为一般来讲，法院会尽量不干涉政治的一个运作。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韩国来说的话，政局已经会这个混乱的过程中，开始慢慢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但是如果确实是李在明当选的话，那他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就会产生变化了，因为他是主张中美的外交要等距、要对等、要平衡的，他也主张两韩之间的关系是要平稳的。然后他也主张跟俄罗斯的关系不能恶化，不能敌对，所以他不愿意变成美国人的一个工具。那这样的话，他等于是会让整个美国在东北亚的布局会产生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是说，美国原本要利用日本、韩国在东北亚这个地方搞乱那这个可能性力道就减弱了所以我觉得韩国在这个部分里面，在政治方面，它会慢慢的趋向于更加的稳定。那么政治上、军事安全上的紧张局势就不会像尹锡悦当总统的时候这么的乱。可是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困局是他的过渡政府这2个月怎么样带领他们的政府团队跟他们的企业度过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危机。目前来讲，他们还束手无策。他们找不到办法，而韩国的经济主要依靠这个10大财团，这个10大财团去年到现在的绩效都不理想。如果这10大财团绷不住的话，韩国的经济就雪上加霜了。所以我个人认为，韩国的情况真的是岌岌可危这要看他们这60天能不能顺利的度过去。日本是个苦主。日本的石破茂已经穷尽他一切的办法去讨好美国人了，他在安全上去符合美国人的要求，说要把国防预算提高到2%，然后也去叫板中国大陆然后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然后他也大力的去支持菲律宾，再给钱给船，然后去南海闹事，他在安全上已经极尽可能的去满足美国人要求，然后又说要投资1万亿美元。1兆美元过去，又叫他的软银也去投资美国，那也就是说，他已经百般的去巴结这个川普，结果川普一样照下重手。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你去跟川普示好，对川普来讲更瞧不起你，就是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东西嘛所以你看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东西，我就想起好像前几天有个图片好像有一个动物没有脊梁骨那边游来游去的好像绿色的还是什么颜色，我忘记了这个我不晓得，我大概好像记得有一个图片在那边钻来钻去这样子，它就是没有脊梁骨它是个没有脊椎的动物在那边游来游去。好，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了，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动物嘛，不是人嘛。那是昆虫吧？昆虫对不起昆虫是不是动物我这开玩笑的但是我知道确定那个昆虫。那一种昆虫没有脊梁骨那日本石破茂它就没有脊梁骨嘛？但我不是说石破茂是那一只昆虫我不是这意思好，可是问题是在于日本这样讨好没有给他自己带来豁免。印度最可悲，印度的总理主动的说，我把你对我的出口，就是你美国出口到我印度的，我关税减半，你不要影响我对你的出口，结果一样课关税。莫迪你怎么办你是老仙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要大家全球一起合作才能够对抗川普吗？董哥，因为以日韩亚洲来讲，真的最重创都是台商啦，因为所有的南向政策，所有的去中化的市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觉得最好笑是怎么样？今天大概8点半韩国的外长他叫赵堆列，然后跟日本的外长，跟美国的国务卿，然后宣誓要帮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然后谴责中国大陆，谴责完以后，不到2个钟头，他的老板尹锡悦就没了，他自己的位置也都没有了因为你是总统任命的，要选举对啊，他才跟人家宣誓要怎么样的。那美国的国务卿有先跟他示警吗？也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些国家讲的都是好听啊。日本、韩国是他们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最重要的部署拉拢的对象这些人都惨遭这样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尹锡悦的下场，他让大家看到了台湾的，因为尹锡悦现在被罢免是8-0里面有好几个大法官是他提名任命的，完全不假辞色，8-0通通够。那尹锡悦到底对韩国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民进党现在对国民党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你看立法院做的不是韩国瑜，是习近平尹锡悦指控在野党那些都是北韩的走狗在野党那些议员都北韩的走狗反对我的人他都是跟你抹红，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看到了他得不到人民的信任，然后他今天又碰到了双重打击，就是美国对韩国课重税，对不对？那课重税，他的总统没有，这60天怎么办？60天没有总统，当然总理带，可是总理很多权力又不能做，而且他自己也要下台。他也刚刚恢复身份，本来也被弹劾，他被弹劾停职对，停职。对，他的财长在带他的班，结果财长这2天又被弹劾，所以你看整个国会就是看谁不爽就弹劾谁。那我只要弹劾你，你就不能，你就停职，等宪法法庭来宣判。所以今天韩国自己内政，然后加上美国的重击，我们台湾应该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内政是自己在搞乱。就是由我们的执政党发起，然后到处在指控别人，在罢免别人，所以今天的情况让我们很多人不知所措。那你对美国的情况完全没有去猜想到吗？美国我们对他的顺差，我们去年赚他多少钱？739亿，他是用这个算。刚刚赖老师跟小舰长都在算，其实他用这个基准。你赚我多少钱，然后我再把你扣回来，用这个下去算，算了以后就算出了我们就是64，还有圣诞老公公给你打对折简单讲，那我们从中国大陆总算变第2了中国大陆699亿多美金大家可以看到，那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跟我们签了 ECFA， 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有对你怎么样吗？没有大家其实都看得明白。那美国这一波下来的话，因为我们政府这些年来一直说你要归义要回来，你不回来就去新南向嘛。新南向这些国家被克比台湾更惨，对不对？大家看到越南看到缅甸，看到柬埔寨，每个国家都很惨。那我们把台商鼓励去那里，要不然就叫他回台湾，反而更惨。那台商在中国大陆本来也还好他有中国大陆做市场结果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策略都不对，只因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在那边作怪，做到现在变成进退失据了。乔舰长的确是美国的朋友，越近的盟友感觉越惨，像日韩这些国家现在都是重灾区。季辛吉早就讲过了，也就是当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这是季辛吉讲的。那我们来看这一次这个有关于对等关税最惨的部分，我们可以由这个颜色的深浅可以看得出来，越深的受伤越重东其实最深的也就是东
东盟国家的这个部分啊。那其次呢，也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一些国家，也就是进入了20世纪之后的一个新兴国家，然后通通呢都是因为之前的基期低，所以能够获得美国的最惠国，然后再因为加入了 WTO 之后，然后大家都能够对于产品销售到美国。那当然近年来因为这个关税的关系啊，那其实川普 1.0 的时候，他就拿这个关税应对过中国大陆了。所以中国大陆其实呢早就已经准备好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部分了。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呢，也就是自己国内的循环，然后呢去看推动国际的循环。可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哦，国际的循环并不是只有美国，那个中国大陆的市场不是只有美国，那其实它的国内的部分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无论是生产、分配、流通跟消费，都配合了它的国家政策。这是我们讲到说，2020年5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提出这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这个政策来应对川普 1.0， 然后结果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到了川普 2.0， 这个依旧有效啊。那我们当初所推动南向政策的这一个电子5哥或电子6哥，现在到了在越南都是所谓的海啸第一排啊，遇到这个川普海啸都是面对非常重大的打击。那个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的睡觉内阁啊，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他稍晚就会做出回应。结果这个一晚呢，还真晚，到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才开这个记者会啊。那所以4点的时候才开记者会，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说其实川普这个海啸比他们预料的来的大得多。那他们当初除了这之外，他们除了 Plan A 之外，有 Plan B 跟 Plan C 吗？都没有。跟美国越要好的朋友，当然除了日韩重灾区，加拿大也是啊。NAGA 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个标语啊，帽子现在在很多的国家都有，尤其是加拿大热卖，就是这种看起来外形一模一样，可是其实呢叫做加拿大不会卖啦，是非卖品啦，大家都戴一个很像Mega 的帽子，但是要给全世界看，尤其是给美国看，什么成为你51州没门儿。但是呢，现在加拿大虽然在这一波关税里面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但是呢，卡尼他怎么回答 ？We believ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believe in the free and open exchange of goods, services, and ideas. 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no longer wants to lead, Canada will. 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再是老大，加拿大我要当老大领导啊！虽然这一波关税全球开打里面没有加拿大，但加拿大并没有过关，因为他们虽然躲过了所谓对等关税这一个名单里的名单，没有子弹被打到，可是撞上的是坦克。为什么呢？关税这个形容词非常有意思，靴子落地，对等关税。加墨意外哦，逃过一劫，墨西哥也没有。但是呢，在这个华人商圈看起来，加拿大只不过躲过子弹，撞上坦克。因为4月3号凌晨，川普的新汽车关税早就已经生效了，25%的关税，所有公司6到17的百分比利润的4倍，这是数学，不是艺术。大家都准备很惨，很准备因应这个未来的发展。当然，加拿大直接开战，他们有在客气的25%关税，他们也同样的痛击回击。而川普的3波关税里头，欧盟出口成本暴增，被算一算拨算盘，大概是到3兆元。那么所有的关税成本，官员呢，他们的反制是说，接下来也有各种的措施，因为不像美国，连自己都没有生产的香蕉也要课关税，欧盟会加以选择，看有没有替代来源来加以决定。那么欧盟的重击，法国的部分比较直接跟快速，他直接说航太啦、奢侈品啦、葡萄酒这些都会受到打击。那这是残酷，毫无根据，所以他们立刻呼吁欧洲要立刻全面来做。法国的部分是即刻开始
加以回击跟反制的报复哦。政府发言人说，27个成员国准备要对美国高科技巨头下手喽。德国副总理说，一切在谈判桌上。欧洲人希望展示强硬的姿态，但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把这个拥有4.5亿消费力的内部市场呢加以控管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盟主？我相信这几个领导人也在想啦，美国队长没了，谁是下一个领导人呢？欧盟现在首先指控 X， 所以打狗看主人，打不到主人只好打狗，没有啦，就是说像这个欧盟先把 X 拿来办。判罚10亿美元，马斯克在这个国内砍人啊，那因此自己企业资产也快速的下降。但是呢，欧洲直接打 X 有涉嫌违反数码服务法，加以法办，有各种的罚款准备等着马斯克。而打脸川普的还有美国制造就这一家 Stellantis 宣布要裁员900人，因为海外厂先停嘛，墨西哥、加拿大厂嘛，所以这汽车呢，自然原本要生产原物料的工厂在国内的部分也要裁员啊，因为车厂都停了，又哪里需要这些人力呢？那反而美国意外促成中欧结盟吗？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刚刚在欧洲这各种的访问里头强调，愿意跟欧盟合作，帮这个美国加征关税之后，全球避险重新把不确定风险变成确定性，因为美国的盟友们都准备要报复啊。而中欧同意尽快重启电动车反补贴案，记得吗？当时是配合拜登的政策，所有反补贴对汽车关税，电动车对中方加以可以高关税，现在重新再谈了啦。因为包括中方的橄榄枝、白兰地，我现在已经考虑停下来咯。那接下来俄罗斯的官员很有意思，他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寒不舍昼夜。”取笑美国关税下的欧洲，意思就是说，孔子坐在河川上，看着敌人的尸体飘过，其实这也是超译啦。那意思就是，他用中方儒家的文字来取笑现在美国的状况，欧盟更是最大的受害者。老师，目前来讲，对于这个川普的关税反击力道最强的还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它一定会是对等的反击。基本上来讲，大陆的反击通常都会选在你的这个关税生效的当一天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关税什么时候生效，它当天就反击了。所以大家也在看，说大陆什么时候就等待因为川普的这个生效是分阶段的有4月9号，还有几号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全面性的在5月2号，而且它可能会再变对，还有可能会再变那大陆基本上的做法就是说，你生效的当天我就反击了，生效当天我就反击，这样的一个做法。加拿大要取代美国没有这个分量了，他要领导这个世界没有这个分量。但是加拿大要反击美国，到目前来说的话，他在美国的盟友中是比较有一点点脊椎的，所以我们我才会说它是属于脊椎型的动物，只是说这个脊椎还不是很强硬而已但是欧盟有没有脊椎，我是怀疑，因为欧盟的一张嘴，那个冯德莱恩当初讲说，我就有18般武艺，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美国敢给我课关税的话，我一定会是全力反击。可是问题就在宣布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查欧洲的新闻，结果冯德莱恩不见了，到今天为止，到现在都没有蹦出来说他要怎么做。他不是说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可是到今天为止，他完全没有作为，反而是法国总统出来讲话了。可是法国总统出来讲话也不算是有脊椎式的动物，他也算是半次脊椎型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们法国有一些大厂像 LV MH， 他要去美国投资。我现在是在规劝他们我们法国的这些大型的公司都不要去美国投资了因为你没有理由再帮美国去壮大嘛所以现在投资要暂缓，但是他并没有禁止，他只是说是劝导。那这个太软弱了，你要不你就禁止，你不要劝导。大陆现在已经宣布了，已经批准的可以走已经开建的可以走，但是没有过去的全部都停止。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别想去美国投资，我就是给你对到底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战争已经开打了。那目前来讲，我觉得大陆跟美国他们采用2个不同的方法。美国现在川普的做法跟 OpenAI 比较像
OpenAI 当初在发展这种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它采用是闭关锁国的，闭源的，而中国的 DeepSeek 是开源的，把码都打开，让全世界都能进来。你看，现在川普把贸易的关税筑起来了，而中国现在在努力的跟欧盟、跟东盟、跟中日韩把这个贸易关税降到最低，所以大陆等于是把门打得最开，让世界各国到他的家里面来做生意，他把东西也卖出去，所以刚好2个不同的国家走2个完全不同的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的关税重拳，欧洲一样，本来是最友好的合作伙伴，这一刻从法国开始喊着我要极力的全面报复跟制裁。因为欧洲大概这半年来一直对中国大陆有很不礼貌的一些作为那当然主要是针对电动车中国大陆电动车性能和价格都比他们好太多了，那他们要求中国大陆要交出电池的配方，后来中国大陆不同意，他就对3家中国大陆汽车课重税，大概35%，大家都记得印象深刻。那现在呢？现在换你们了啦！中国大陆其实受伤没有那么大，他们回过头来要去找中国大陆合作，因为中国大陆很简单呐，就它是开放的，但是你不能用一些污蔑的东西来栽赃嘛。所以那时候中国大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要对法国的酒酒后不开车啊，各位朋友，然后法国的酒西班牙的猪肉。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态度最嚣张的就是法国跟西班牙。那你们进入中国大陆有多少东西？所以美国说，那我要对法国最主要重击是什么？航空，对不对？你空巴有多厉害嘛？空中巴士都厉害啊，我都给你课重税啊。然后你们还有什么？还有化妆品，法国精品奢侈品香水嘛，就针对你们这些我来课。所以马克宏他本来想说，梅克尔离开以后，他应该是欧洲最主要的领袖了，他现在完全慌了。所以你今天看到情况他其实整个世界改观这一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料到，如果美国不靠谱，川普不靠谱，那大家是不是会比较移向中国？至少他比较讲话算话嘛。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些欧洲人士说，那你就逼着我们去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去跟他做生意，会变成这样。那过去大家的同盟，现在就会瓦解了，对，就会瓦解嘛。所以这一波的经济，它其实关系到的，它不只是整个经济的影响，而是各国的同盟。你过去那些印太的朋友都被你打成这样，日本、韩国谁敢跟你合作？对不对？我国家经济都被你打垮，我还有武力来跟你合作吗？印度莫迪表演得多么称心，结果现在也是被打了满头包。今天谁也不要笑谁啦，但是真正能够凝聚大家一起的力量，那可能变成是中国大陆了。因为大家觉得说，看他到时候怎么出手。那将来他至少有14亿人口的一个市场，有消费力，我们是往这边去发展，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向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波，川普做了这个世界的重整，已经让大家看到了曙光了。重整，大部分都是重伤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的对等关税大战，欧盟怎么办？欧盟那我们看到马克宏他就是直接应对了，他说，现在对于美国各项的投资要先暂停。那而且其实马克宏很早以前，那他就已经讲出了，欧洲他需要的就是有关于战略自主的部分啊。那有关于战略自主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该讨论的是中欧之间的关系会做什么样的演变？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董哥。是，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全球都一样啦，都为了川普在讨卡莫雷修，而台湾前一段我们大家聊就是真心换绝情啊。现在对于现在如何因应这件事情，川普先把大家找了一个大麻烦之后，造成美股遭到屠杀这样的等级，已经屠杀1600点，重挫。那么因此，川普在关税后自夸，他怎么说的？手术结束了，病人活了下来，但是央视就用一个新闻来酸他说，病夫美国能不能活不知道，但是美股已经开始术后大出血哈，病人真的活下来了吗？美股重挫，标普创下2020年6月以来单日最大跌幅，道琼指数重挫以4万点坐收3.98的跌幅，重挫这么高，当然礼拜一台股开盘，现在还好，我们还在放假。开盘之后的是黑色星期一吗？大家都刷了蛋啊！但美股现在在被抛售当中，美国财政部长说，科技七雄啊，像什么 DeepSeek 这些事情都会造成高峰，所以造成这个问题哦，并不是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关税的问题，都是其他科技造成的问题啦哦。白宫发言人怎么回答呢？因为美股这个重挫，当然川普影响会最大，他的金主他自己的持股不是最大在这里吗？发言人怎么回答？听听他的谈话。To anyone on Wall Street this morning, I would say trust in President Trump. This is a president who is doubling down on his proven economic formula from his first term. I'm sorry, have you ever paid a tariff? Because I have. That's they don't get charged on foreign companies. They get charged on the importers. And I think it's insulting that you're trying to test my knowledge of economics and the decisions that this president has made. I'm now regret giving a question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后悔让美联社提问呢？你看看发言人的回答，就好像现在民党一样，大家这个语法很熟悉，就是千错万错，不可能是川普的错。那台湾呢，千错万错也不可能是执政党的错，所以大家问的问题都不能随便问。虽然经济学家都说，这一次开征关税的这种计算模式，刚刚记者会上也是这样提的，认为所有的计算模式是粗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完全行不通。那川普 AI 示意图是这样的啊，全球大开征关税，其实有可能是问 AI 的吗？因为呢，如果网友就问啊，请问这个大关税怎么开征啊？怎么回答啊？怎么做啊 ？AI 聊天机器人回答的跟川普内阁一模一样的答案。当美国议员提案法案要限缩川普的贸易权，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轻易的让全世界都一起开战。那么对于国内的影响太大了，权力是不是无限呢？因此，美国的2党参议员以战争法为蓝图，提出了一个合作法案，希望接下来要限缩他的各种权限。但有没有可能呢？国会有没有可能喊卡，接下来反对决议来结束关税大战呢？全美国已经有50个州出现了反川普的千场大游行。那大家问，为什么美国人要在4月5号游行反对川普呢？这个当中，主办单位已经收到了25万份的回复。这个抗议的标语叫做 "Hands off"， 就是叫川普把手拿开啦，就是一副要把脏手拿开，这个放手的概念。但这样的游行里头，大家国内民众担心，川普不是说大家经济会好吗？好日子要来了吗？大家抗议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接下来通膨、物价的高涨，其实所有的恶果都会回到美国消费者的身上。那么，像对大陆加征关税是违法的吗？美国有个新公民自由联盟提起了一个起诉的诉讼。那么说，试图做这样的做法呢，已经超越了他的许可权跟权限，所以接下来会向司法系统来控告他。还有川普支持率也创下了国内的最低，跌到了4.3%。先前刚当回锅的时候，哇，如日中天，现在已经跌到4%了。那么股票要再跌下去之后，会不会影响川普接下来几天的动向跟改变呢？甚至有58%的美国人都认为，川普关税政策最伤的将是国内自己的经济，推高通膨。例如 iPhone 好了，手机如果苹果的一只手机现在估一估，路透报道可能要贵到台币77000块，大家吓坏了。不止，还有更多的民生物资都要高涨。因此，密西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帮大家算一算，拨算盘，基本上民生物价至少每个月的每个家庭支出都会增加台币大概16万以上。
这样的结果。那所有的关税的结果回归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还有汽车业啦。当然，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汽车业已经25%已经上路了嘛，还有药品啊，还有半导体啦，所以这25%的汽车关税，光是一生效之后，已经有一些海外的车厂宣布关闭的时候，国内已经出现了这个裁员潮，而美国要买车更贵，工人失业已经正在现在进行时。戴老师，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讨论过这个川普的关税的问题啊。那当时有些人就说，哎呀，是按照那个我们给美国多少关税，美国对我们多少关税，然后来去计算这样子，然后就算来算去，我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台湾不会增加很多啦，大陆会比它增加比它多啦，那讲了一堆，然后说印度可能会怎么样，我说不是哦，我说按照我的研判。川普的逻辑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个逻辑，果然我们看到他的公式就很清楚了嘛。他的公式就是你赚我多少钱，你赚我多少钱，然后呢，你再出口多少的产品总金额多少，就用赚的钱就是逆差了啊。那对我们来讲叫顺差，去除以你出口到美国的总额，然后就等于他的要课税的额度，然后他再说，我是圣诞老公公，所以我折半，所以再乘以0.5或者是除以2的这个概念，就是好，我给你打对折，所以台湾算出来就是30几%嘛，32%左右，32%，大陆算出来就是34%。那他的公式这样一算出来了以后，我想很多人就撑不住了啊。那现在赖清德朱荣泰他们是故作镇定，其实是紧张到不行。刚开了记者会了。对，因为大家都知道知识体大了。那另外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哇，他们的关税，尤其是越南跟柬埔寨的关税这么的高。那我们都知道，台商当初有很多是转到越南，因为那是友善外包嘛。有的是转到柬埔寨，有的是老挝，有的是到泰国去。那现在台湾的这些移到那边的厂商怎么办？要继续留，关税那么高，回到台湾关税也这么高，那怎么办？目前据说已经开始有很多台商开始思考说，那是不是又回到大陆去？可是他当初从大陆离开的时候，如果他把他的厂房都卖掉了，那地都卖掉了，他再回去的时候，能不能拿到好的厂房，好地段的地，那就不一定喽。所以我觉得你说赖清德他们故作镇定，可是事实上对于台商来讲，他苦不堪言了。你有什么样的补救，什么样的措施，然后你说我再去跟美国去跟他沟通。你什么时候去啊？那个柯建铭说5月经济部长会去谈判。5月已经有很多商品，像汽车关税，4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台湾有多少厂商是帮这些汽车做零组件的这些产品啊？我举个例子，例如说 BMW 的一些轮胎或者框，或者是它的一些设备、车灯设备，不是台湾的厂商吗？有很多台湾的厂商过去是在大陆设厂，或是在东南亚设厂，或是在台湾设厂，然后帮他做零组件的，那这些怎么办？我觉得这些人真是不食人间烟火，还是故意装糊涂？我觉得这个很糟糕。现在美国的关税其实真的是按照当时有绝大部分人的经济学家的推断，说你搬了一块石头扎自己的脚，而这个真的是把脚扎的头破血流，真的是扎得一塌糊涂。好，那现在该怎么办？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该怎么应对？美国的情况，第一天的股市已经大放血了，那今天大家都在等嘛。日本已经放2天的血了。那如果说今天美国的股市到晚上开盘，然后又开始重挫，那这个其实就对我们台湾来讲，影响就绝对礼拜一就出现了。那有人说，那是不是应该要这个是逢低？很多人跟你说，不要射飞，这不是射飞镖啊！你现在还不是时候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到什么情况下。那所以你国安基金是不是又要进场了？你国安基金那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退休金啊，你不要把我们赔光了。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一直往下底在探，一直往下走？美国一直在崩，美元一直在跌，然后台币也没有涨啊。
现在美元跌，台币也跌了33块多了，所以一直在往下跌的情形下，那台湾怎么办？美国把全世界搞得这么糟，你还不能够怀疑美国，还必须要听美国人的话，还是要以美国人当爸爸？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的事情哦。如果一直这样子走下去的话，我个人认为，今天台湾、美国的人民已经走出来了，已经站出来了。美国的国会议员，不管是民主党的，已经有更多的共和党的议员也都受不了了，已经站出来了。台湾还可以容许你绿营的这样子胡搞瞎搞，然后完全无视于台湾目前也可能面临很大的险境，也可能面临我们经济上很大的压力。然后你还去搞这个大罢免，还去搞内部斗争，还无止境的在乱搞，停止了吧？好好的应对目前来的经济危机吧。董哥，连在美国内部就有这么多抗议的声浪，但当然，行政院刚刚召开了记者会，提出来的方法，例如等4月8号就有服务专线让大家打电话，让大家放心有信心。里面最重要一句话叫做团结国人，团结国人，对，现在正在大罢免了大家看到了行政院要办多少场，然后大家看到了卓荣泰这种样子。他说要花880亿，他睡饱了啦。好，那当然了，他叫请各位朋友安心入睡了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大家都发现了，就是民进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川普要干什么川普的政策就是重税嘛。那早就跟你讲，4月2号有对等关税，对等关税你就要自己去等于说自己去琢磨，自己去看我们要有哪些应对，各国都是这么做我们政府不是，我们政府说怎么罢免掉牛喜婷罢免掉徐巧芯，我们政府正在盘算，大家早点去睡。对那这当然了，大家安心入睡，这个税就是关税的税原来如此，对，懂了。当然我们的了解还不如王八天对税有另外的看法但是大家看到你就觉得那政府在这做什么？大家都一再的警告对不对？警告到我们下来32，然后我们赖总统讲说，这个真是超过政府的想象，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其实本来就有一些迹象。那这个迹象我们政府有没有研判？有柯建铭的最准嘛。柯建铭4月1号，大家要围堵经济在立法院要围堵经济部长，然后你们不要围，现在北一女的老师能不能讲话？要学校同意学校的老师当然不准上中国大陆的官媒。现在经济部内阁所有成员要不要接受记者的堵麦，都要柯建铭同意。他说来问我，后来他就开始讲，记者不太想理他，结果他就自己讲你们要问关税10%。对，10%。后来他还不甘心因为觉得记者有点冷漠觉得好像不太看得起他，他要po在自己脸书结果大家出来柯建铭还补充说国安的那个会议我都有开所以显然这个10左右就是来自我们政府的国安的判断，你的判断差了3倍多，这么离谱，你这什么国安团队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赖总统就觉得好安心然后现在等于说被突袭了以后，觉得哇好错愕其实全世界大家碰到的情况其实连美国内部都很错愕。你看这个民调数字是那表示你今天政府在干嘛？各位朋友，5月20号赖清德就职就1周年了，请大家能不能替他找出一项政绩？除了他的大罢免。然后现在被美国政府打得荒腔走板之外，到目前为止，我们政府跟川普政府没有对口单位，你不晓得找谁各位，你没有对口单位，你以为找到前副总统彭斯彭斯被川普一脚踢开，而且在很多公众场合看到他不打招呼连眼睛都不瞄他，你以为找到蓬佩奥蓬佩奥除了来台湾捞钱，我们拼命送钱给他。他有什么功能？你以为找到伯明根本不是川普的核心，他在这一届的川普政府里面没有任何位置嘛？那你找的川普前朝那些人都不能用，都没有作用，那你今天到底你的政策在哪里？完全不知道。他就讲出一个很大的口号，他们有9大变项，有20项的协助方案，各位。
对啦，赖清德还有17条嘞，对不对？17项嘞，那17项，每个人都在搞这些把戏。我老实讲哦，我们对政府完全没有信心，尤其传统产业一定马上就完蛋。陈县长哦，又对美国民众来讲，现在是一个股市大跌，消费指数准备要飙升的时候，美国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啊，所以大家也在观望。川普虽然今天这样宣布，有没有可能明天压力太大了，股市跌太凶了，就还在变动当中，但就是如何因应，美国民众也在强硬的想要抵抗，但我们没有抵抗啊。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川普他在这个就任以来啊，他希望在100日之内能够创造一连串的政绩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劣绩了，不是政绩。但是我一定要提醒那个董哥啊，这个赖总统跟那个川普总统可是有那个对话管道的，他不是完全没有对话管道的。那而且我有证据的，在 X 那个对话管道，对，就是 X， 他的对话管道就是 X。我们来看哦，这个就是哦，当初川普总统当选的时候呢，赖清德总统，我觉得他连那个恭喜的那个对口单位都找不到，所以他就在 X 上面写了，而且他不仅如此。大外宣之外，他还回头做大内宣。你在 X 上面，而且还是接着川普的那个连结下面，你写一个中文给谁看呢？你就写了给台湾看，然后一大堆人帮你转发，这个就是他真正的目的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啊，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川普他开始这样瞌睡的时候，然后他说：“哎呀，这真是美国的解放日的时候。”哎。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又留言了，他留言是讲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政策转变的结果，而不是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其实川普有没有回应这句话？他有，他又讲一次有关于台积电、有关于这一个晶片的问题，台湾是偷去的，所以他又再强调一次，所以川普总统每一次啊，他针对台湾的时候，他从来不讲台湾的安全问题。人家问他愿不愿意那个对台湾的安全背书，他说：“哎呀，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要陷入这个绝境啊。”那其实真正最好的那个，也就是说啊，他根本不想要面对台湾的问题。他每次讲台湾的时候，后面都还有几个字啊，台湾基体电路公司，他一直讲的都是台积电。现在台积电大家不承认，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10年之内它就是美积电了，而且现在连联电都准备变天了。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台湾还剩什么？我们刚刚那个赖老师已经讲很清楚，有关于他这一个对等关税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川普他会讲说这是一个非常友善、非常仁慈的一个关税？因为他觉得我帮你折半。那这是不是很够意思啊？那也就是说，但他虽然是这样想，但是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储蓄不足的时候，那它需要那个没有办法进行自身投资，它是不是要发行外债来对其他国家借钱？那这个时候它的就会形成贸易逆差，而这个贸易逆差所造成的结果是没有办法透过关税扭转回来的。那现在美国就是这个问题啊！你明明就是因为那个在美债的问题，结果你现在对所有的国家课关税，那真是啊，不知该如何形容。我们大家等着看这一任的总统未来的历史评价为何。